越来越卷了，大模型也开始月更了。怎么了？兄弟姐妹们，老少爷们们 ，Minimax M2.1 来了。这几天呢 ，Minimax 的工作人员通过小某书联系到我，把我拉进了 Minimax 的飞书群。我把我的用户 ID 给到他们，几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开始用了 Minimax M2.1 的版本了。虽然是小版本的更新，但是明显感觉到国内的大模型公司越来越卷。一个字，这有点像当年手机和新能源汽车的时代。那 Minimax M2.1 相比 Minimax M2 有哪些优点呢？我先开始胡说，等一下再帮大家测试一下。从机器学习的角度来说，它肯定是更加精准、更加智能，然后更加兼顾上下文。然后呢，就像自动驾驶，一般来说，新版本的自动驾驶上车之后呢，都会略微保守，因为它先要掌握你的用户习惯，逐渐的把它的优点释放出来，接下来然后就迅速超过老版本。我几天体验下来就是这样一个感觉。首先来说呢，它的上下文召回率比之前肯定是高很多的，尤其是长文本的场景。然后第二就是 Agent 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，这个大家可以在 Agent 的页面里边去体会一下。然后其实就是编程的能力，就是说它可以叫 one shot 过，就是说它不用你反反复复的调试了，在内部帮你一次性调试好，和最终告诉你结果。这个就很好，研发效率明显提升，那不爽死了吗？然后还有就是说前端的审美，对图形界面的理解有所提高。毕竟你要做更漂亮的页面，你把你的 Figma 或者你的设计图给到它之后，它的理解肯定是更加到位的。这是呢官方提供的一个Minimax M2.1 的接入方式，提供了 Cloud、Cursor、Client 等接入方式，大家可以感兴趣去实验一下。这是配置文件的一个修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基于 React Testing Library 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。我们先准备一下修改 Cloud 的配置文件，把这一段贴进去，然后保存，进入 Cloud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使用了 Minimax M2.1。我需要一个表单验证，异步请求跳转 React 登录组件作为测试对象，它已经在帮我创建了，很快就已经生成好了。我这边也运行一下项目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安装完成，并且已经帮我运行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效果，这个外观你满意吗？那接下来我们就给 M2.1 赋予灵魂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变身为测试工程师了，而且是资深测试工程师。开始创建测试文件，进入测试工程师的角色。这边我们看到测试文件已经创建成功 ，login page.txx 可以看到覆盖了这些测试内容，让他帮我执行测试。他提示测试失败，现在提示有2个失败。然后他帮我修复，现在在简化测试文件，以避免 mock 顺序的问题。他又开始简化我的需求了，这一点和 Minimax M2 相比没有什么改进。现在采取更简单直接的方法，创建一个模拟的 API 模块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进一步降智，你这样不能播呀。我问他一下能不能不简化呀。我们在大多数的对话模型当中都可以看到 AI 会采用更加省力的方式来帮你去处理，它会节省 token 和算力。我们要时刻坚守原则，否则的话其实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12项测试全部通过，通过 M2.1 生成测试用例覆盖所有的边界场景，控密码，服务异常，然后登录成功，帮我们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，帮我们自动修正了类型错误，提高了代码的强壮性，这些都是 M2.1 的一些优点。通过以上步骤，你可以直观地展示 Minimax M2.1 的测试用例的生成能力和工程化的支持，以验证其辅助开发的核心价值。通过以上步骤，可以直观地展示 Minimax M2.1 测试用例的生成能力和工程化的支持。我们也可以看到Minimax M2.1 相比 Minimax M2 对话次数明显减少，一体化的能力好像是有所增强，这些都有待于你和我一起来验证。感谢 Minimax 长期以来对中国大模型的贡献，这里也感谢 Minimax 的邀请，也预祝 Minimax 上市大获成功。以上的内容我也整理成了一篇文章，欢迎大家与我交流。Peace。